现场亲爱的伙伴们，大家现在好。大家一定沉浸在包医生刚才讲的这堂课的活力的时刻中。那么每一次相聚都是彼此能量的加持，每一次学习都是向传播健康、自我成长的路上又迈进了一步。感谢大家此时还守候在线上。再次非常感恩系统又给予我一次宝贵的学习和成功成长的机会，让我能为我生命中的贵人，我的优秀挚爱的令老师主持今天的课程。这份托付让我感到无比的荣幸。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和鲜花送给令老师，有请令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好，大家好，感谢啊，好。谢谢令老师。在老师正式开始精彩的分享前，请允许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我叫 Lisa， 目前生活在温哥华。在移居这里之前，我在国内小学艺术教育岗位上耕耘了20多年。后来为了孩子的教育，我们全家来到了加拿大。我特别感恩，在我人生新的阶段遇到了我生命中的贵人。2022年9月，齐峰老师把爱健康分享给了我。正是因为一份简单的相信，让我与爱健康结下了缘分。也正是因为令老师手把手的扶持和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的鼓励，就像在一条陌生的路上，始终有一盏灯在向前亮着，在我的前面亮着，让我心里特别踏实，成为了今天一名爱健康的创业者，更有幸成为了一名300人幸福长。我深知我的点滴成长离不开线上所有老师的智慧的指引，离不开我团队里每一位伙伴的辛勤付出、信任与同行，更离不开公司的大爱和系统的全力扶持。感恩有你们一路的相伴，而这一切的起点都源于我今天的引路人令老师。现在请允许我荣幸的向大家正式介绍我生命中的这位贵人。我们的令老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之后，来到了加拿大留学深造，并一直从事着非常有爱的特殊教育工作。不仅如此，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为家族的传统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因为亲眼见证了家人因健康产品而受益，他毅然决然地投身于大健康产业，并在跨境电商的领域深耕多年。凭借着一份执着和努力，他就成为了我们爱健康系统优秀的500人幸福长和创业的教练，也是我们公认的标杆和榜样。今天老师将带着我们一起走进爱健康商业模式的颠覆力。这不仅仅是一堂课，更是一个可能成为改变我们人生轨迹的契机。我已经满怀期待这堂课。下面就请我们要把最宝贵的时间留给今天最重要的人。再次有请我们最爱的令老师开启今天的智慧盛宴。令老师有请。好的，感谢 Lisa 老师的热情洋溢的介绍啊。你先休息一会儿啊。好，那我跟大家共享一下我的这个今天的课件，谢谢。好，线上的伙伴们，大家好啊！那我们就正式开始。那刚刚呢，我们听了我们的包医生啊，非常专业的，我们这场真的是百听不厌，每次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非常详细的告诉我们，不只是知道我们产品的好，还要知道它如何的，为什么这么好，所以每次听都非常的受益啊。那我们爱健康科技创新公司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有一套健康管理的产品，那肯定是，那如果是一体两翼的话呢，产品那必须要好，如果不好呢，它是跑不长久哈。那这个航空母舰呢，还要有另外一个翅膀。那如果只是产品好，我们广大可能都是用户啊，我们就用一用就行了，我们可能没有这个热情去拿出来跟当成一份事业，或者说去大力的分享。
那么它还有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翅膀，就是爱健康呢，不只有好的产品，更重要是它有一个商业模式的这样一个非常有力的可以说有颠覆这个过去所有的这个模板的这样的一套方法。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来了解那爱健康商业模式的这个颠覆力，由我来讲一下啊。来，好，那我们就看看呢，就是爱健康的商业模式呢，它是以消费者为主体的消费主权的时代到来的一个标志。可以说呢，过去我们都说，哎呀，商业模式、消费者，你就是消费商之类的，我们也讲了很多年。但是真正的打造这种自我消费基础上的真正的管道的资产，那大家呢在这个展业当中呢看到很多公司也都说这一套，可是你把它细分下来，你可能发现呢，大家都在说，可是真的就是成败在于细节，那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爱健康的这个商业模式到底是怎么样打动，或者说引领未来的一个新的趋势？我们来看一下哈。那首先呢，说到我们的消费模式呢，我们从4个方面啊，因为阐述起来呢，可能有很多非常精彩的这样的内容，但是我今天呢就想从4个方面。首先呢，什么是消费商？然后呢，为什么我们公司突出的是以复购为底层逻辑的这样一个商业架构啊？复购到底重要不重要啊？我们也来讲一下。然后呢，再讲一下什么样的是管道的收入。如果你的这个品牌只打造一时的那样一个收入，形不成一个源源不断的管道的收入，那可能我们很多人踩坑，然后又用好几年的时间去进入不同的这样一个公司，然后呢不停的来奔波流转，你永远可能拿不到那个管道的收入。然后呢，我在最后呢，这4个方面再说一说我们爱健康模式的这样一个创新点，就说那你们其他的这个我们有的，我们自己心里一定要明白。当我们展业的时候，那你可能告诉他你们也有，那我们是真的有哈，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创新点，我们要是把它要牢牢的掌握。我觉得从4个方面来说一下我们这个模式的颠覆力。那第一部分呢，就是说消费者到消费商的时代。消费商时代的到来呢，它也走过了一点路程哈，也不是说今天就马上蹦出来，但是一直呢，大家好像，高兴的呢，也就是说赞成的呢，觉得哎呀，这个时代太好了，我们不只是消费者，我们还通过消费呢，变成了一个消费的商人，我们一举几得。那不同意的人呢，可能就是哎呀，消费者就是消费者嘛，你就老老实实出钱去买东西就行了。不用跟什么商来结合起来，但是真是这样的吗？然后呢，所以这个不是说当这个大趋势来临的时候，可能不由得我们来选择，因为呢，这就消费商的时代呢，它就是一个趋势。那我们看看啊，消费商的底层逻辑在哪里啊？那核心就在于消费者从单纯的这个购买者转变成能够参与这个利润分配的一个经营体。它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分享返利，更是一种对传统商业这样一个关系和消费者的价值的一个重构。这个呢，也就是说，说到底呢，这个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它都来到了。就像我们现在来定义，就是说好像一种趋势。那什么是趋势啊？消费者到消费商的转型也是一种社会必然的趋势。什么是趋势？趋势就很简单。就是你挡都挡不住它，你谁跟上了谁就受益，而不是说我们喜欢不喜欢，它都会在继续发生啊。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它取代了这个功能机，线上的这个购物取代了实体店，就像很多很多的这样被取代，那是无可奈何也好，大趋势来了也好，你只能是跟着趋势往前走，要不你就引领趋势，要不你就和趋势并驾齐驱，要不你就被这个趋势远远的甩到了后边。所以呢，就说不是哈，这个转型呢，消费者到消费商不是我们愿意不愿意啊，我们身份的这个重塑啊，这个也是有一段时期了哈，有一段历史的阶段了，那就是从买到推。我们以前呢就是一个单纯的购买者啊，我们今天去买个衣服，明天去吃一家饭啊，就是我们就是那个花钱的人。
啊，这个时代呢，很多人都就是好像是必然啊，你就是那个花钱者。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我们如果是个消费者，我们的身份呢，就真的是处于商业链条的那个最底端啊，因为我们去从一个地方去挣钱，但是呢，可能去很多地方去花钱啊，因为呢，你的身份就是那个应该花钱的那个，所以这就叫纯粹的消费者。但是今天呢，太多的商业还有这个趋势呢，都要给我们就是消费者呢，你可能跟这个消费商结合起来，通过分享与推荐，将个人的消费行为呢转化成商业价值的一部分，这个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哈。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除了我们的身份以外呢，我们就价值重构，从单向到共赢啊。我们呢其实每天都在分享，大家都知道哈，就说像我们周围的朋友们都在这个分享，哪家衣服好看，你马上就说可能就第二天就跑去了。哪家的饭好吃，通过问他就不好吃，你口碑就说可能下次就不去了。所以呢，就是说，其实我们都在做这个动作，但是呢，可能过去我们真的是单纯的要分开，你消费就是消费，你以这个同时你要用劳动换取那个钱，就是一种使用价值。但是今天呢，真的是从单向到共赢，也就是说呢，当我帮你去分享的时候，我花了我该花的钱，但是我却赚到了呢那个双赢的那个钱。那看看我们爱健康是不是这样一个从单向到共赢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引领者哈？还有呢，就是一个关系的重塑，从对立到共生。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好，就是像前几天。我在去，比如说我们跟我们的伙伴交流的时候，他可能亮出他非常棒的一个Apple 手表啊，年轻人都喜欢戴。我说呢，这很好啊，那比如他跟我告诉你看多好，这个手表多少钱，什么样的价值啊，那有多少功能？那我的想法就是说，那对呀，你只是在替 Apple 公司做一个宣传，可是 Apple 公司不会给你，就是这个手表它不会给你1毛钱的利润。你就是一个热心肠，告诉我它有多好，那我去买了，那可能对这个公司有利，但是对你这个分享者啊，我们习以为常的可能没有任何的利益的结合。那我今天也告诉他，如果你戴一款戒指啊，我们的这个那个像刚才包医生讲的这么好的一款，喂。那个这款戒指呢，我就告诉他，这个跟这个手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当你戴着它的时候呢，你不只是可以那么多项的功能的一个使用，更重要的是什么呀？就是你还可以分享的时候，万一别人也要认同你的这个价值观点，说哎呀这款真的很好，你还可以真的做引流。这个价值你说到以后呢，如果他真的买单了，他从消费呢，你真的就是建立了一种共生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在带着这种去分享我们的这个产品的时候呢，带了一种非常也就是说有期盼的这样一种情绪价值，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就是说哎呀这个东西很好，我们可能把我们使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感觉，还有呢希望他也能使用。就是从一个关系，我们到了一个共生的关系哈，这就是一个消费商。那消费商的这个逻辑呢，我们可能也不用说那个什么哈，主要就是我想在这一篇里边就是说这个信任啊，因为太多的广告呢，我们是跟着广告一起长大的哈。我记得我小时候看中央电视台，那到了关键的时候，那都是广告。广告呢，那很多人你也知道，他不会用这款产品，但是他就是个代言人，我们都心知肚明哈，我们也会心一笑。你想想，很多的明星他说的在上面那个广告有多好，我都怀疑他自己从来可能都不用这款东西，但是呢，这就是一种那个什么呀，就是花钱打广告，那骗的呢都是我们过去说都是接盘侠。那可能脑子不太灵光的哈，他才买这个，看了广告才买这个产品。但是今天的这个消费模式呢，必须有一种叫做价值经济驱动，也就是说信任信任是主要的。当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永远要想到，我不是在做广告，我不是在说服别人，我是在信任的基础上彼此信任，
我把这个价值呢转化给你，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一种模式哈。另外呢，就是悦己的消费，就是我非常喜欢这个东西。我们多少人在分享我们爱健康产品，甚至我们的奖励制度、我们的商业机会的时候，我都能看到哈那种永远的热情，发自内心的那种永不疲倦的那种，就是说可能没有说爱健康呢，他可能还昏昏欲睡，但是一说到这爱健康就两眼放光，这个就有一种我们自我的肯定的一种悦己。就是我真实的热爱，就像我一样啊，这个产品呢，对于我来说，我真的是非常喜欢。那我也希望呢，通过我的分享，那你也来喜欢它。那这个就是说，那是广告是代替不了的。所以呢，就是趋势，就像我说的，社会趋势是我们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它都来了。另外呢，就是用户的体验哈，我们都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这个广告是真实的？因为我用了，我体验了。你对着他的眼睛来讲也是一样的一个真实的分享，而不是一个虚假的，就是一个商业好像说为了赚钱那样一种利用价值，而是真正的一个分享价值哈这样的。然后呢，爱健康的这个理论基础我们就一带而过哈。那还在说，就是消费者变成消费商，也是一个应该是走向一个不停的趋势的一个更新。那消费者在购买这个企业的产品后呢，企业应该把消费者的消费视为对企业的一种投资，并按一定的时间间隔分得一定的利润啊。这个是陈玉教授写的，消费者也能变成资本家。那我们听了很多的课，未来以来哈，就比如说，我听那个像清华大学的课，就是说，比如说那些走在前面的老教授们哈，就是我们清华大学，就是说将来你可能穿一件衣服，你走在大街上，你根本就不认识任何人，哎，你看到前面有个女士或者男士，他的大衣特别好，那你就走近一点哈，把他那个大衣尾部给他一扫那个二维码，那你通过这个不认识的人在街上行走的这样一个分享，你可能去买了这款大衣，那这个人呢，可能在他的消费记录里边，甚至他那个商业的那个架构里边，他就可能有一份收入，他也不知道这份收入是谁，来自于哪里，可能未来的这个消费者变成资本家，甚至是你游走在大街上就可以做一个无限的、无条件的，只要他喜欢，你就可以做一个分享哈。这个未来世界真的是很魔幻，但是呢，也一步一步的走来了。其实我们爱健康呢，真的是引领这方面哈。好。那爱健康的这个模式呢，就是消费商时代的到来。我们把这个，就是说，有的人呢，因为他不认同这个哈，他就觉得呢，哎，我们就应该是花钱的那个，我们就应该是那个末端的，你去这个消费者，你还去挣钱就不合理。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哈。这个呢，就是必须要承认这种模式的来，就像我刚才说。趋势来的时候，不是你个人能够挡得住的哈。这个时代的到来呢，也就是我们爱健康公司的一个引领。那这个呢，我主要是呢一个国际上的一个那个平台。那我们爱健康是不是一个现在一网连天下的国际的平台？在这一页里边，我要讲一下哈，就是说，在很多的展业当中，就是你跟他一说，我们爱健康那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商业模式是这样的，我们是这样一种模式，发现没有？他还没有听完，他根本就不听你讲什么。有的人啊，他非常就是我们说浮躁也好啊，或者说他就是可以给你的时间可能没有沉淀下来，3分钟让你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那有的人就跟我说，哎呀，那你这个模式好像跟我接触到的某某某某企业啊，甚至是很多这个都是一样的呀。哎呀，周围都在讲这个，全部都在一样的。那我就看着他的眼睛说，一个大的国际平台，请问，那我们现在就不是说不一样啊，不要那么说，就是说，那请问你了解的那个平台，就是你所谓的那个哈，就是我们卖一个东西，可能一个平台，那请问目前您做到了多少个国家了？啊，我就反问他，他说那个多少国家现在就是在国内做呀，可能打到某个国家了，就是2-3个国家。我说我们爱健康呢，这个国际的平台一网连天下，目前呢50多个国家，那未来不要忘了，它才5年，
那突破这5年以后，未来它可能真的是上百个国家。那你的这个你所谓的一样，跟我们真的一样吗？我们直问，就说您这个就说那个能够一网连天下吗？还是说真正的就非常小的一个平台啊？太多的人都说听完以后都是一样的啊，但是呢，好像大概一听都一样，其实细分起来我们真的不一样。你把这个不一样给他说清楚就好一点哈。好，那这个消费革命呢，就是消费及投资了；渠道革命就是和公司的超级合作；收入革命我们就是3大革命。我们在我们爱健康里看看我们有没有。那消费者变成消费商，消费即投资，是不是我们爱健康的重要的一环？这个毋庸置疑。还有呢，就是和公司的超级合作啊，我们公司呢，总裁也多次说哈，公司真的对我们非常的大爱，我们其实就是公司的合伙人，我们不是他的一个销售员，我们是可以支起桌子来招商啊，我们呢要招那个什么呀，生命的合伙人，因为我们跟我们爱健康公司就是一个超级的合作。那你的业绩越大，公司把这份利润毫不保留的分给你，没有任何的条条框框或很多的坎儿，就是说给你设置很多的坑哈。也就是说呢，多次我们听到哈，就是不管是公司和我们这些合伙人，它不是一个博弈的状态，也就是我天天琢磨着你要给我多干活，我少分给你点钱，对不对？大部分公司都是这样，然后就改制度。因为你一挣钱了，公司就不爽了。那我们的爱健康公司有没有改过任何的制度？我们只是让利、让利再让利啊，然后呢，让我们的经销商真的合作愉快啊，真的跟他有一个超级合作，就好像你进了这个门了，你就是一个主人。那么呢，我们跟公司一起来忠诚的合作并存亡，有一种这种感觉啊。而不是说他天天琢磨着怎么来剥削我们，我是这么样感觉的啊。那收入革命呢，就是被动的管道的收入，这个被动的管道的收入，可能很多人还没有把它悟出来。很多人都说我赚一时的钱，我是这么思考的哈。那我从这个25岁到了这个加美哈，这个北美，我发现呢，太多的人中产阶级。这个以前我们都认为那些中产阶级都是开大工厂的，开大公司的，后来才发现呢，人家那个中产阶级都是有一个组织行销架构上的叠加，也就是说网络的一个被动的收入。你问问他们，他不管他是哪个职业，教授也好，他都业余时间他一定是跟这个 network marketing 要挂钩，也就是说网络行销啊，加个备胎。啊，也就是说，被动的管道收入才是中产稳定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架构。那我们公司是不是给到我们这个管道的一个收入，而且是被动的？有一天呢，你这个什么叫被动的管道收入啊？你可以，我想起我上一家平台哈，有一位老师撬动一个大公司的高管啊，他就说了几句话，他说我请你到夏威夷晒太阳，你愿意不愿意去？那位高管说行啊，你给我出飞机票还出这个酒店，那你太好了那个我可以去啊。但是这位老师说那我只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我们2个到夏威夷去晒1个星期的太阳，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不要拿着手机那么晒太阳就好好晒太阳，不要动手机。那我1个星期不用看手机，我仍然有这个管道的被动的管道的收入，因为我们爱健康24小时不打烊。那您可以吗？啊，那个高管真的被触动了。如果一个高管，你就是自己拥有一个企业，你自己就是那个老板，请问哪位老板能够够胆说，我1个星期把手机丢了，扔一边去，我就跟你晒太阳？那可能还没到3天呢，这个被举报了，这老板跑路了啊。所以呢，我们在讲的时候就说什么才是被动的管道的收入。一开始我们非常辛苦，我们打一定的管道的收入，但是打到一定的时候，真的是拧开那个水龙头，我们的钱就来了。所以呢，这也证明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一时的去赚一个大钱啊，好像是你要有一种韧性，波浪式的前进，而且要把这个管道无论多难都要把它修成
为的那个是什么呀？为的就是有一天你晒太阳，这个管道仍然源源不断的流到你的账户，这就叫做辛苦一阵子，收获一辈子啊，好吧？这个三大革命啊，那我刚才那个 NM 品牌呢，这个我就不说了啊，因为刚才我们包医生这个大课主要是讲这个，主要是 NM 你要把它利用好，因为 NM 呢，我们的产品也不只是 NM， 但是呢，目前来讲，好好的把它琢磨琢磨，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好像你要用不用，在我的观念里边，我认为你不用你就太亏了，而且你迟早也要用。啊，我总有一天要等到你，为什么呀？当你面临你身体下滑，真的健康碰到那个铜墙铁壁的时候，你还是要用。那为什么不早一点用？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必须的补充品，它是自带流量啊！你说起它来两眼放光，因为我希望你健康，我希望你活得久一点，然后呢，希望你老得慢一点，我希望你永远不要去医院哈。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非常优雅、非常美好的离开，而不是说，像刚才包医生说哈，现在太多的慢性退化性疾病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你交给医院也没办法给你解决。所以我们的健康呢，我们自我管理哈。那好，我刚才说了第一部分，就是我们说到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变成一个消费商。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转变，你的认知如果不到呢，你是赚不到你认知以外的这个钱的。太多的人都认为啊，他就认为我是个消费者，我就老老实实做那个花钱的人，我就不应该赚这份钱。那您就不应该赚啊，因为呢，你的认知跟不上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颠覆性的一个认知的革命，也就是说，你可能就真的赚不到这份钱。我们找的呢是有认知同频的人。那第二部分呢，我们说到这个我们爱健康颠覆性的这个商业模式呢，第一个就是消费者变成消费商，第二个呢就是复购啊，不要小看这两个字，就是以复购为底层逻辑的核心价值啊。那很多人我们在展业的是不是你会遇到啊？他说那个公司你看多好啊，我现在做的那个公司，我说好在哪里？请您告诉我，我不用复购啊，那公司没有逼着我去买这个复购啊。我说好，那我的观点恰恰跟你相反，因为一个没有复购的公司，它可能真的就是在不停的去撬动拉人头，或者说呢，你就形不成一个管道的收益。你没有源远流长。其实复购呢有几个方面的意义哈。复购呢就是代表一个公司，它把这个真正的把这个利益哈这一点呢，这个是一个非常的核心的一种在打到我们的奖励制度里边。复购代表几层意义。第一个呢，你要可能真正的去用这个产品哈。如果你连这个产品都不用，你可能有什么样的理由、什么样的筹码去分享这个产品呢？所以它的核心价值在复购哈。那复购的底层逻辑呢，就是和我们用户成功的深度绑定啊。就像呢，爱健康的复购的这个奖励制度呢，才是它真正的，它不是说卖一次货啊，卖一次呢拜拜了，我们走了，我们下次再去找人，或者说拉几个人，不是，它是建立在长期的健康消费，也就是说这个。健康管理，你要不要消费一种产品？而且这个产品是循环消费、家族性的消费，可能呢，这个关系的价值呢，到一种分配的机制哈，它是建立了一个稳固的。那它的要求呢，复购就是你要真实使用，长期信任下的一个稳定的消费，建立这样一个消费者联盟，而不是说今天这个他买了一单产品，他又看到那个某某某又好了又跑了啊，因为他没有拿到这个收入啊，所以他就跑来跑去跳了10年，最后组织行销对他来说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所以呢，这个消费群体呢，我们是要打造一个稳定的。为什么要长期坚持呢？因为呢，坚持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回报啊。如果1年一个项目你干，10年干了10个项目，没有坚持就没有一种完美的价值回报啊。它意味着什么呀？我们这个复购哈，意味着呢，就是不需要天天去找人啊，你真的呢就是打造消费者联盟，不怕市场冷下来，因为你有一大帮的用户
或者说骨灰级的粉丝在里边，我们都不是铁粉了。就像我可能就上升了骨灰级的，你让我不用，那我可能我真的我生命就我不能保证，所以我不止自己用，全家都要用啊。讲起这个，就是你要用就对了，因为我们活在当下，活一天健康一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用这个产品啊。我们不需要天天找新人，那长期的时间呢，就是站在我们这一边，那收入呢曲线呢就更加的平滑。看看我们在爱健康里做成功的那些老师们，看看他们的收入是过山车一样的，让你的小心脏天天受不了，一会儿上去了，下个月又下来了，还是真正的你只要有这个消费群体的稳定性，只要有复购到位了，只要有一大帮人跟着你一起用这个产品，你的收入是曲线上升的一种哈。然后复购呢才是说句实在话哈，才是最安全的现金流的来源。啊，真的，这就是打在复购这2个字上。我不管你这个月还卖了1个亿，下个月归零了，有的公司，那这下个月又怎么样？那就是我们打造一个坚实的、非常稳定的复购的一个奖励哈。其实这个复购的奖励呢，也是被低估的一个财富的引擎。现在很多大公司也在学这个哈，就是说它真的这是一个财富的窗口，是一个引领时代的一个引擎。那很多人呢？我们现在就要说哈，我们不是拼的是我找了几个人啊，或者说我这个月又拉了几个人，我们的这个是很多人平常的人哈，就是我又拉了几个人，买了几单。高手呢看的是跟着我们用产品的这群人10年以后、5年以后还在不在啊？就是这样一个逻辑，他能不能长期来跟你用？复购其实就是打在这样，你把复购讲清楚了。那复购奖励制度呢？其实它真正的核心价值就是这么一句话总结下来啊，就是你未来呢，你那个它的核心价值就是你本来就要用，就像 NMN， 我是不是要用？我不是从爱健康公司买，我也要从那个 Costco 去买，可能也从不同的品牌店去买，但是有我们的质量好吗？更重要的是呢，你本来就要用，这句话才是真正的。而公司呢，刚刚好愿意为你的长期的这样一个选择来买单和支付，这才是复购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它不可代替的一个价值塑造，或者说我们跟公司共同成长的一个战略导向啊，超越了它一时的过山车，促销一下我们有收入，不促销了，我们可能要这样的。它就是一个稳稳的复购哈，好不好？然后呢，那复购呢，就是你要有一个好产品，你要有长期有效。所以呢，就是因为爱健康呢，它能不能把我们的梦想托举起来？就像我们这个复购，就像我们这个产品好不好？那我也经常我就有这个底气，就说那很多人在跟我讲产品，比如说未来什么什么呀，或者说这个样的啊，或者说我就说好啊，那你的产品如果你能够有多少认证？你怎么好法？你只要能说服我，让我认为你的产品真的比我手里握着的这个产品还要好，那我就去跟你做啊！我的底气就是在这里。问题是，当我们把这个都摊到桌面的时候呢，你的产品并没有真正的打动我，所以呢，好产品才是长期有效，好的服务呢就是重复购买，好的效果呢，当我们这个都掌握了以后，我们发自内心的那个愿望。去分享给他人，那你就感天动地啊！可能呢，因为你没有那个，你是希望他人好，而不是呢去琢磨着怎么搞定他，天天这样的哈，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心态可能要拿出来哈，复购这一块。那这个复购呢，就是一个复利啊。昨天我们老师们也都讲了，那复利呢，这个是就是爱因斯坦也说，复利就是我们这个世界8大奇迹之一啊。那爱健康的消费者呢，怎么去复购啊？每月你只需要消费150元，不需要做产品的销售。因为我经常，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说这一句话啊。当他决定使用产品的时候呢，就是说我都会马上跟着哈。有的人说听说过这个想对产品感兴趣好啊，赶紧用啊，这个产品真的值得你用，值得你全家用。那我们紧跟着就说一句话，这个产品可不是我卖给你，我只是告诉你有这么一个链接，
你不需要，我不需要销售产品，因为公司也不让我们卖这个产品。我告诉你的就是一个分享的一个链接，谁买都一个价啊，你买我买他买，全部都是一个价码，我们之间不串差价。那你看看，你给他讲完这个，他可能眼睛又发一下亮啊，觉得呢哇，那你就在摘除。我不是在拉人头，我也不是说拉你一个，公司给到我的那是应该的，消费者的消费商的那个广告。就是真正发自内心的那个信息费，那么谁买都一个价啊！我把这个信息传播给人越多，那我就是消费者联盟就越多哈。每个月消费150块钱，不需要销售，我们只是消费。那开始体验最好的产品，或者开启你的这个爱健康事业。我们产品说好了，我们这份事业随机呢也把它送出去了啊，好不好？这样的一个哈好。那第3部分呢，就说到管道的收入。刚才我说了4个部分，一个是消费者变成消费商，一个是复购复利的这样一个奖励机制，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呀？就是管道的收入，是我们第3部分啊。管道的收入呢，在这一页里边我就说。真的哈，当今的这个社会，打造持续收益的管道收入，是每一位对家庭和我们个人负责任的人都应该去想的事情。如果你说，那我还是用时间吧，天天跑出去工作，我身边也有太多了啊。你怎么跟他说？5年的时间过去了，他仍然还在打工，然后打的呢精疲力尽，天天泪流满面，跟我是说活不下去了。那我们就告诉他，那有一个管道的收入啊，为什么不来了解呢？那没有办法哈，所以这个认知上，那其实我认为呢，在这一页里边，我自己琢磨，我天天也是，那我觉得世界上就是2类人，因为我自己也做过生意，我觉得世界上就2类人，左边的一类人呢，就我们说4象限也好，永远都是用时间来换金钱，就是体统的收入。那右边那帮人呢，那就是被动的收入哈，他是有这个核心啊管道的收入也好。我觉得世界上就2类人，没有第3类了。你大部分人都是不管多少吧，都是用时间换金钱。我们所谓的体统的收入，我不管你是教授、医生，你是律师，你是某某某某，哇，这上了多少年学，你仍然是，请问，如果有一个医生坐在你面前，有一个教授坐在你面前，你问问他，如果您明天病了，甚至是半年，如果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你那个，除非你有保险啊，这个是另说的，请问他还给你那个叫职务的收入吗？那天我跟瑞娜老师学了一个职务上的收入，就是说你去做这件事情，你就有收入，那他肯定说没有啊。那这个世界就是你工作你干活我给你钱呢，你中断了我就不给你钱了。问问那些大律师，如果你不再打官司了，你会有还有收入吗？你再请1年的假去晒晒太阳，请问还有收入吗？所以呢，全部都是在提桶，只不过这个桶有大和小。有的人呢，律师啊、教授啊，提个大桶回来哈，1年的收入有多少？那普通人呢，提个小桶回来，打个工。仍然是用时间换金钱。那右边呢，就是管道的收入，你打破了这个时间的概率，不用再去。你今天呢，可能我们一天工作24个小时哈，我们那种热情这也不行，我们还是要有12个小时来休息。那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管道的收入就代表了，只要我努力，我把这个点踩上，只要我的团队建立起来，我把这个时间分配好，我把我的团队呢都真正的大家呢有100个人、1000个粉丝跟你去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真的这个管道的收入就达成了哈。那我们真的从左边体统的收入就穿越到了右边一个被动的收入。你要跟他好好讲讲，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心动的哈。他觉得呢实在是打不动了，尤其是稍微上一点年龄的人啊，你就是去努力，可能也没有一个机会让你去体统了。所以什么是管道？管道呢，就是以资源打造可持续运作的一个系统啊。那我们爱健康，请问是不是在打造一个管道的收入啊？好，那如何建立自己的管道呢？就是要转变你的观念，从出售你的时间到转变你的架构资产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啊。那我也很多的这个分享的时候哈，我虽然在爱健康里起步比较晚啊，干的也不是那么很起劲儿，天天就是
用了2年多的产品才说好啊，那我开始进入这个。但是呢，当我进入这个组织行销以后，我真的对我自己有一个拷问拷问我的灵魂。我觉得世界上还有哪一个职业能让我就是我一劳永逸，甚至是我用杠杆人脉，我就可以建立一个管道的源源不断的收入，有没有？非常难。你做一个减法，到最后呢，可能只有组织行销来完成你这个梦想，因为你也不用再投那个大资了哈，因为投资现在都是非常的恐怖哈，你可能收不回来，可能把自己投到那个坑里边。那唯一的一个建立管道是什么？我们就是要找一家非常好的公司，非常好的品牌，非常好的公司，你跟他生命的合作伙伴绑定在一起，用3到5年甚至5年的时间，我们把这个项目来做成，让自己真正是那个修出管道的人啊！因为再没有一个收入了，你去考验这个360行吧，没有一个你不去投大资，你可以有一个收入。所以值得我们深思啊！那当我觉得看懂这个爱健康以后呢，确实我也有一点睡不着觉哈。我觉得呢，如果我不做，那我可能这个就是智力出问题了。那肯定啊，就是说我们把这些东西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去对自己有一个拷问：什么时候开始建立自己的管道？什么时候从出售时间抽离出来？那我们除了打工上班天天去劳作以外，我们还要看看世界呀，陪陪家人呐，还有一定的爱好嘛。作为人，那什么才能给我们这个？你需要的是一个清晰的、非常持久的、耐心的、正确的执行的方法，而不是说来了一看，哎，干了3、5天又跑掉了。你真的要找到那个长期主义的这样一个目标的人，跟你一起来合作这件事情啊，好吧？感到啊。好，3重管道呢，我们就是这个管道资产啊，我们就是复购，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就不再讲了哈。复购中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我们的收入，这个消费的收入，我们有什么样的收入了，就开始啊，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那分享性的收入，我们有哪一块？还有我们的这个服务性的收入，我们有哪一块啊？这个我就不再拆开了啊，这个奖励制度大家都知道。管道的资产呢？资本市场的红利，个人消费的积分团队，这个就是看到这个黄字了吗？这是我昨天改的哈，就是我们强调的4级会员的 L4级会员的大力推广，你就是 VIP 的 member。他要说我买个小单进来吧，我觉得4级永远是我们那个就告诉别人，其实我们这就是一个投资，投资呢我就要回报。那4级会员呢，你可以拿到所有的奖金，然后呢还是一步到位。从消费呢，那你为什么不去？那作为一个投资，你哪怕就是每个月还，我觉得就是一个投入，投入是要回报，回报你就一步到位。4级是我们很多优秀的老师们啊，像我以前听他们课，他们就说我们就是大力的推这个 L4的会员，那让我们一起滚动起来，让我们同一个步伐迈入我们的爱健康，这样呢，我们都成为这个股东的。啊，就是4级 VIP 的会员啊，就是不要去，就是要有底气来成为一个4级的联盟股东联盟，也是我一直践行的哈。那 ECBV 呢，这个我就不再说了哈，大家如果有兴趣，把它看一下啊。每个月呢，我们这个我不再分解。那管道的收入呢，我们爱生命的阶段呢，可能要走向打造带模式的亚马逊，这个大家也都听了哈。期待，我们拭目以待哈。当我们爱健康的这个5年规划下来，让我们的这个品牌可以说真的是爆红哈，全世界各地都有我们爱健康的这个 NMN， 我们的这个。那第2个5年计划可能就是要这个孵化哈很多的品牌，真的是多平台多品牌的运作，这是我们第2个5年计划。那请问，当我们在展业的时候，我们问问那些有大的梦想、大的抱负，非常想在某个领域能成功的，你会不会讲这些？告诉他，我们来一起走向国际吧，一起走向一个带模式的多品牌、多平台的一个合作的运作，我们愿意不愿意？把这一部分多讲哈。然后呢，那第4个部分呢，就进到我们爱健康的这个制度的创新点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创新点。
前面那几个部分，那第4个部分呢，让我来说一说。首先，爱健康制度的创新点就是打造管道的一个资产，底层逻辑呢就是全球的消费商的模式，消费即创业，打造一份被动的收入，而且你每个月的投入就是恰恰你把那个我们的命保下来的那一瓶产品，如果你这个都不想投入，请问我们还有什么样的资格来宣传我们的爱健康？我就觉得呢，很多人说，哎呀，我就不用买这一瓶，我也不想再吃它。那我就觉得，那你也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哈。那我们先保下命，可能一瓶我们都不够，就是我们一个消费，难道消费难吗？让我们一起来消费，一起来打造一种被动的收入啊！自我消费就是每个月$150，保健我的健康啊！你就说那另外再说说，他说我有1个亿，我说哦好啊，那您包里还装着速效救心丸呢。那你1个亿跟这个银行里有1个亿，那有什么意义啊？你的生命天天都活在这种，就是随时可能倒下。那我们先健康起来，再说我有多少钱哈。我是觉得比较，那我们就是主要还是要去这个直销化。我们这个爱健康呢，不是金字塔，不是成就一个人在那个塔尖上把它拱起来，而是我们穹顶式的。成就500万个家庭，那我们让500万个家庭通过一款产品的使用，通过一个复购和我们的这个创新点，来成就500万个家庭的年收入达到多少万美金的一个中产的收入。那我们爱健康也做了它宏观上的一个规划啊，真的是就是说让我们所有的人都一起跟他成功，而不是说呢天天来那个就是跟我们来博弈哈，这样的一个大公司，请问你去哪里去找？我就不知道了啊。如果大家有呢，就告诉我。好，这个爱健康呢，当然它的模式的竞争这个优势就是这几个字儿哈。当时呢，其实当瑞娜老师把这个告诉我，我开始真的琢磨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记住了这5个字儿，因为我对这个所有的那个画圈圈是怎么样去弄嘛，我觉得。可能学文科的不太那么灵光哈，但我就记住了，牢牢的记住了这个鸡腿吃顶了。哎呀，真的在这个行业干过的，不用再爬级别了，买一个 L4的套餐就可以赢在起跑线上，你所有的奖金都随便都是可以拿。那我们过去爬级别，我们拉坏了几个箱子，我们也没爬上去啊。级别不是你要的就能要的，你要。爬，所以爬级爬怕了啊！级别真的是太好了。我们的很多人说我们公司跟你们一样，那细节是真的一样吗？啊，不比不知道啊，一比就吓一跳。你还爬级别吗？那很多人说要爬哦，那我跟你不一样，我不用再爬了，我买一个我就是那个赢在起跑线上的人。那大腿请问能赚钱吗？单边我们单边也能赚钱。得一人得天下，得2人霸天下。那你单区都可以拿那么多的奖金，要不要试一试？让我们用一年来找一个人，当然我也是跟我自己说的啊。那个1年去找那一个人，并不是说你1年找那一个人就找准了，而是通过可能翻100个、200个，我们找对那个人，那这个腿儿我们建立起来，我们再用1年的时间再翻200个人，我们把那个腿儿建立起来。那我们真的就可以财富自由的声音唱起来哈。好，那吃有没有好处？大家都知道了哈。我们积累全球的积分，只要你是 L4的，那你就等着变现吧，对吧？积累积分啊，拥有大概率的幸运奖啊，你可以换取公司上市的那个期权、股权，还有未来的一起养老啊，太好了。那让我们吃也把它吃出一点成就感来啊。顶有没有天花板？做过这个行业都知道，每个公司都会说：“哎呀，你到了这个时候，我就要开始不给你那么多了，咱们有个封顶机制吧。”爱健康里边碰局不封顶，分数永不归零。所以呢，有没有这样的公司？那就让我们大刀阔斧的来展业吧，让我们就不要没完没了，让我们一了百了。在这个爱健康里边，那忠诚和我们的这个坚持，还有我们的。行动啊，这我跟我自己说，我忠诚都是有，但是我行动还是在2026年给自己加油啊，把鸡腿吃顶了，给他分享出去啊，天天找到那个对的人。
那花钱投资呢？这个复购升级消费和复购消费，我也就不说了啊，这些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因为今天呢，主要是打造这个复购的管道啊。那爱健康呢，主要是消费导向、人才导向和服务导向，这也是我们经常说的哈。发展的那个通道呢，就是我们要讲好我们的公司，把我们的产品发自内心的分享出去。讲好我们制度上的优点，不要任他一说。我们现在太多的伙伴们就说，那个我跟他讲了，他说他那个公司的制度更好，都一样，或者都是这3个字，那能一样吗？如果是一样，那我们要把我们的制度的亮点，我们那个真正的那个不一样的地方讲出来，成为消费者，成为消费商，更重要的是成为那个拿大结果的人啊。好，那我这个呢课件就讲到这里。这个时代呢，这个也是老师们说的，这个时代呢，埋头苦干，拼不过顺势而为。我觉得说的都太对了哈。那当今这个时代呢，这样一个大洗牌的时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刚才都说那个土运过去了，火运来了，那我们就是引领这个时代，我们就是时代的那个弄潮儿。在这样一个大时代的这个加持下啊，人工智能还有我们的这个所有的上火星、上月球的这样一个时代，那我们要学会呢，像猎人一样的思考，而不是像猎物一样的去奔跑，改变我们的人生，在爱健康。好，那我的讲课就到这里啊，然后呢，非常感谢啊，那我还是交给我们的 Lisa 老师。感谢我们练老师的这个精彩的分享，从消费商模式让消费者转变成推广者，自己用好分享还能赚钱。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底层逻辑复购，也就是复利，好产品、好服务、好效果，消费即投资。第三，从管道收入打造被动的收入系统，前期努力搭建我们的渠道，后期有流量就能持续获得收入。第4点呢是制度的创新点，鸡腿吃顶了，一人也能定江山，一了百了，彻底实现3大的自由。我相信线上的伙伴们通过令老师以上4方面落地而有精辟、非常逻辑性的给我们讲解，一定受益匪浅，收获满满，一定会全力以赴我们的爱健康。让我们来一波520鲜花掌声送给我们辛勤付出的令老师。再一次感谢令老师的分享，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线上的伙伴们，我们明天相聚。